我是昔日月精华的灵蛇，曾为救清渊倾尽妖丹，他却在我蜕皮虚弱时将我抽筋扒骨，只为保全他与仙娥的孩子。我修无情道，本就断情绝爱，既然他负我至此，那便杀夫正道，以他的命铺我成仙之路。清渊回到我的蛇洞时，周身离气让伺候的小妖大气都不敢出。素影，你将我和新音的事情宣扬的仙界人人都知，他不过是个小仙，如此怎么在仙界立足？他不是喜欢炫耀自己和凤凰族族长春宵一度吗？敢做不敢让人输。素影，阿音跟你不一样，别用你妖族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对付他。是啊，我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妖，哪怕做尽好事也同样卑贱。而他哪怕抢了我的道侣，也因为是仙而高高在上。你什么时候那么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了？我为了救你给了你妖丹，被说你堂堂仙君被妖气污染时，你好像也没这么激动啊。素影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说了，他不会威胁你的地位，别闹了好吗？你现在虚弱得很，我过来给你打，别动气了。倦意涌上心头，我幻化出在月老前牵下的红线。我们一起去月老面前断了吧，既然他要做你的道侣，我让位。素影，我的道侣永远只会是你，哪怕你是妖，我也只爱你一个。行啊，今日刚好是你我成为道侣5000年，我送你一份大礼。是新音，他被我用捆仙绳捆住，丢在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。既然他让我抽筋扒骨，那我也用他的骨血替我炼制恢复的丹药。清月，救救我！素影，新音跟孩子要是有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上次看他这样，还是我在蜕皮时被妖族围攻，当时清渊散尽半身修为，才让我堪堪扛住了换脾气。清渊，救救我！新音的呼喊让清渊回神，他将我甩开，直接回了九重天。看着我脖子上的红痕，小妖们愤愤不平。这白眼狼若没你舍命相救，他早就陨落。那仙娥也不过是王母池子里的鲤鱼精，如何能和您比？他难道不知您只要成功飞升，替的可是上界战神的神位，地位比他还高？他当然知道，只不过昏了头。他何该明白，我素影可是条睚眦必报的蛇。他们二人的私情整个仙界都传开了，但更多是嘲笑我小小妖精想要攀附仙君成仙梦破。感慨清渊总算神智归位，不再受我蒙骗，和仙娥相爱。即便我才是在月老面前和他缔结姻缘的人，如今恢复灵力，早日飞升才是硬道理。可蛇洞却来了不速之客。新音大摇大摆走进来，什么鬼地方？万年来清渊哥哥竟能忍受这里？素影，要让你失望了，我的孩子没有任何问题。说起来还要谢谢你，因为怕你再伤害我，最近清渊都在陪我。我让他回去，他都不回去。等我的孩子降生，清渊迟早和你斩断红线。你一条蛇，如何能做凤凰族的族长夫人？那你倒是让他斩啊，我求之不得。我一条蛇做不了，你这条鱼就能做。你……新音被我之怒想要动手，忽然他一掌劈向自己，猛地吐出一口血来。素影，上次我放过你，你竟然还敢将新音抓到你这恶心的蛇洞！你为了飞升成仙，不愿孕育新胎，浪费灵力，我找个人替你生。你不仅不感激，还要害了我的孩子！我手指攥紧，明明是他背叛我，却堂而皇之给我扣上高帽。他忘了，我将妖丹给他后，便不是一只完整的药，如何能够孕育生命？嫌我蛇洞恶心，可他忘了，当年他是上任凤凰族长的私生子，若不是我这蛇洞给他庇护，他早就被他大哥杀了。如今哪有风光日子？对付这小小仙娥，还用不到我亲自来动手。可我从来不会白担恶名，你说是我做的，那我便亲手做给你看。清渊眼底闪过几分慌张，我走过去，对着新晕的脸左右开弓。他的脸肿得和馒头一样高，这样光明正大才是我的风格。素影，别逼我！清渊仙君，要么你再次给我抽筋拔骨，否则我活着一天便和这小仙娥至死方休。
素影，你真的是蛇蝎心肠！清源哥哥，快杀了他！他本来就是条蛇，冷血无情是他的本性。素影，你不得好死！清源，你要杀了我！素影，我警告过你，她怀着我的孩子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新音说的对，你本就是条蛇，冷心冷情，根本不知道爱是什么，只顾着你自己成仙。这是当年我替太上老君熬丹，他送我的3味真火，凤凰最怕他。清源，你错了，是你一直在逼我。你要是好好答应斩断红线，就没有这些事。我不会跟你斩断红线，仙人没有换道侣一说，我和你们妖族不一样。不过你最好祈祷新音跟孩子没有事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。洞主，我们洞里的人被清源大人全都灭了。素影，那孩子没有保住，你必须付出代价。接下来，不仅是蛇族，甚至只要是妖，都会被清渊所灭。我曾告诉清渊妖族不少事情，故而他处理起妖族得心应手。他放出话来，事情都因我而起。除了仙界，我在妖界也连连树敌，不仅族人被灭，原本预计恢复修为也遥遥无期。为了安抚新音，清渊竟在9重天摆酒迎娶她入门。他还要我承认新音地位，亲自迎她过门。我置若罔闻。还不愿意用那招？您怎么有空来我这里？我这里妖都不愿意，更别提您这样的仙了。是太上老君。那清渊狠毒劲儿不知从哪儿学的。你早应飞升成仙，却因对他有情，这无情道修炼的慢。如今看来，那招倒是全了你们的因果。服下丹药，我顿时神清气爽，灵力大增。既然如此，也怪不得我了。我再次上了9重天，同意替清渊和新音筹备婚礼。所有人都朝我投来鄙夷和不屑，连人间这样娶妾的昂杂都能忍受，不愧是低贱的妖。可看清渊上仙宝贝新音那个劲头，就算抱着凤凰族长夫人位置不撒手，也只是独守空房啊。我扫了眼躲在暗处的新音，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。如今我这无情道总算修炼有了眉目，功力大涨，只需要最后一下便能让我突破桎梏。要是你早些想通，怎么会发生之前的事？你放心，夫人的位置是你的，红线也只有你和我接。我只觉得可笑，不过也是我把他惯坏了，才会让他天真以为伤我如此后，还愿意跟他做道侣。到他们大婚当日，新音朝我端来一杯茶。姐姐，按人间的习俗，您喝了我这碗茶，我可就是您的妹妹了。我们姐妹2人可要伺候好夫君。我不动。新音含泪看向清渊。素影，大喜的日子你要给我添堵，赶紧接了茶。你把大婚走完，我渡你一些修为，让你早日成仙。怎么，今日要有上弦飞升，这样夺目的光，还是天地飞升时才有？下一刻，金光打在我身上。夫君，你说的对，我的确需要你让我早日成仙。无情道讲究一个杀夫正道。无数的天兵天将对准了我，想要将我捉拿归案。可那道金光只是将所有人都弹开，鲜血顺着桌沿滴在地上。新音尖叫着扑向清源，看着我的眼神满是愤恨。素影，你区区一个妖，事到如今你居然还这么嚣张，居然敢伤清渊，你今天死定了！你们是死人吗？居然让素影这条破蛇伤到了清渊，赶紧杀了他！要是清渊出什么事，你们都别活了！清渊捂着手，
原本俊美的脸因疼痛而扭曲着，他目光阴沉地看着我，眼底全是不可置信。你居然想到了杀夫正道，我们上万年的情谊你就没动过心？他怎么还没有死？他也是万年难遇的凤凰，这一剑还不够。我深深呼吸一口，麻烦。正要再次捅穿清渊时，一道幽暗的光闪了起来，是我曾经送给清渊的护心灵。怪不得。我嘴角抽了抽，清渊的额头满是汗珠。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太上老君。老君，我敬您是前辈，您如何能够和一条蛇勾搭在一起？怎么说话呢？素影吸日月之精华，她本该早就飞升的。要不是为了和你的情谊，何苦作妖这么多年？人家飞升后可比你地位还高，你还学不会尊重？你现在被人家送的护心林救了一命，怎么还诋毁人家？哪怕他能飞升，他依旧是妖。你们别忘了，清渊是凤凰一族首领，要是不救他，到时候凤凰吐火，你们都没有好下场。我只是轻轻使了个诀，欣赏着他眼里的恐惧。聒噪！什么凤凰吐火？清渊杀我全族，我早已经将他灭族，一命换一命，很公平。素影，别伤害他，你敢伤他，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。可我只是再次施展法术，让心音现了原身。难道我们不是早就完了吗？我们之间可是灭族的仇恨，如何还能在一起？你嫌弃我是一条蛇，这条鲤鱼好到哪里去？我正准备施展法术将护心灵夺过来，忽然传来一阵喧嚷。我一回头，全是凤凰，鸣叫声让我痛疼欲裂。凤凰朝清渊不停注入灵力，他恢复许多，猛然冲过来。素影，你以为我会没有后手吗？灭族那天，我便将不少凤凰隐匿，你根本不知他们的行踪。之前是我对你太过纵容，这次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。可那道金光依旧护着我，凤凰无法伤我分毫。一时间飞沙走石，外面乱成了一锅粥。可我和清渊却只是四目相对，死死地盯着对方。心音截取了凤凰溢出的灵力，恢复了人形。素影，你就是个疯子！你这样的蛇，哪怕成了仙，也应该立刻替了仙骨。清渊哥哥，杀了他，不然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清渊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黑得宛如黑夜。我以为他会毫不犹豫地为了心音杀了。我知道你修的是无情道，也知道无情道最简单最有效的便是杀父正道，可我从未想过你会真的这么做。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诧异地看着清渊，发现他居然是真的在问我为什么。素影，你疯了！我早就疯了，你居然才发现，这不都是你害的吗？我最脆弱的时候被你抽筋拔骨，我丢了妖丹，为你不能孕育胎儿，而你却背叛我，这些都是因为你，清渊，是你逼迫我的，这都是你历劫该受的，跟清渊有什么关系？素影，可你现在不好好的吗？甚至没有妖丹，你才能那么快没了妖性，飞身成神。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？没妖丹对一个妖来说几乎致命打击，我能活到现在都是个奇迹。可清渊却从未理解我的苦楚。我忽然心底升起一股庆幸，感谢起心音来，他让我看清清渊的本性。族长，其实素影可以留下妖丹的，您不用妖丹也能恢复啊。可他若是没了，可能就灰飞烟灭了。趁着这个机会将他的妖性除了，我堂堂凤凰一族族长，怎么能够和一条蛇永远绑在一起？若他命大，熬过这劫，那他做我的道侣才有资格；若他不行，那也是他的命数，怪不了别人。可这样，即便素影挺了过来，他最好的情况也不能再生育。可作为凤凰一族族长，传宗接代是您必须的使命。一条蛇替我生育，一只妖怪替我生育，他配吗？再说了，他那妖丹能补我多年修为，若那妖丹在他身上，若哪日他修为比我还高，你让我情何以堪？对了，把妖丹部分灵力分给心音，倒是一条有趣的小礼遇，祝他早日幻化成人形。
没想到风光霁月的凤凰族长私下心思竟然如此龌龊，他居然怕一条蛇。原来是他亲手毁了素影。表面上冠冕堂皇，我看他的心思比最低贱的妖还要脏。丧心病狂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天打雷劈！素影，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？我们琴瑟和鸣不好吗？我看着他深情的样子，只觉得令人作呕。忽然九重天雷鸣大作，和我吐出妖丹那日一样，我身体虚弱无比，却还得承受道道雷劫。那日我取丹时，清渊眼神躲闪，我以为他是心疼我感到愧疚，却没想到他是心虚。周遭渐渐趋于平静，忽然一阵又一阵的凤凰轻啼响起。清渊，这鸣叫声莫不是天帝？天帝和你同族，一定会为你撑腰。天帝也是凤凰，只不过超脱三界之外，故而清渊才能捡到凤凰族长位置。你跟这些叛徒都死定了！清渊的神色松弛了下来。素影，你我在月老面前许下誓言，永远相伴一生，红线永不断。我是真的很想和你再做万年的道侣。忘掉那些事，以后你还是凤凰一族族长夫人。清渊，你疯了！都这个地步了，你居然还舍不得他？你忘了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死的吗？忘了他刚刚是怎么背叛你的吗？他可是要杀父正道的人啊！你们永远是仇人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虽然新一有时候很蠢，但他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对。我唤醒地上的剑，猛地朝清渊刺去，却因为清渊的躲闪直捅进他的肩膀。他说的没错，清渊，你我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。清渊只是轻轻一用力，剑便被弹出，鲜血飞溅到我的脸颊。他俯下身，轻柔地拭去我脸上鲜血。素影，我们都不会死，你我相爱了万年，还有无数个万年。可下一刻，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道将清渊打开，而那片护心林便缓缓回到我的手中，是天地默序。清渊不可置信看着他，为何会帮他？不过是一条蛇，况且现在还未飞升成功。别叫我哥，我没你这么不要脸的弟弟。清渊捂着心口，呕出一大口鲜血，死死地盯着来人。哥，他如果想要飞升，可不能别人从旁协助。从来公允的天地，什么时候对弟媳起了心思？我叹了口气，从此刻起，世人都知天帝真正讨厌清渊的原因。老君说的对，没有这护心林，你早死了。素影早飞升成功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这里狗吠？你看不起素影是蛇妖，却娶了一条鲤鱼精。你是我弟弟，简直丢我的脸！你当初拒绝我，就是为了这么个货色。陆续缓缓走向我，满眼都是心疼。我只是安抚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朝新音走去。我施展灵力，不顾新音的尖叫，妖丹缓缓从新音心中浮现出来，比我原来的暗淡不少。罢了，能回来一点是一点。新音，你之前说什么来着？要和我做姐妹？行啊，作为妹妹，不太好占着姐姐的东西不还吧。素影上仙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给你道歉，求你放过我吧！我好不容易能变坏成人，救我！我不想只当一条鲤鱼啊！素影，你放了阿影，她怀了我的孩子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。她也怀孕了，你总不能自己不能生，就也要让别人不能生吧？清渊，你是如何能够如此恬不知耻的？怎么那么短时日她又怀了？清渊，你好厉害哦！这才多久，她就又怀孕了。可是怎么办？那妖丹本来就是我的，物归原主而已，有这么难吗？你把妖丹还给新音，你无情道杀父正道，我把我这部分还给你。我这部分灵力更强，有凤凰心脉护体，但你要放过新音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要为难她。素影，你要成仙，手上不能沾无辜的血，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死了，你即便杀了我也无法成仙。好啊，就这么办。在你死之前，我送你一份礼物吧。可灰暗的血脉却让清渊眸子如同喷火般。怎么可能？
看来清渊上仙喜当爹了。莫旭和你是亲生兄弟，可灰暗的线说明新音肚子里的孩子和你凤凰一族没有半分干系。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背叛我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肚子里的血脉连命都不要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素影，你杀了他就不要再杀我了。我只是一条鲤鱼精啊！新音身体变得越来越透明，他爬过来想要抓我的裙子，手却只是穿过。他怎么敢？他居然敢背叛我！罢了，我死前能为你做最后一件事，也算我赎罪了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也自嘲的笑了。你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自己。如果有下辈子，别再遇见。清渊的修为彻底散去，而我对新音也不再怜悯，而是将妖丹收回。清渊死的那一刻，金光再次迸发，我彻底飞升成神，而我手中的红线也应声而断。众仙纷纷朝我道贺，太上老君却朝我一边挤眉弄眼，一边招呼着众仙离去，只剩下我和莫旭。他朝我目光灼灼。我们这么有默契，不考虑当天后？我修的是无情道，日后不能动情，否则再次历劫的话，我只能再次杀夫正道了。再说了，仙妖结合，何该千刀万剐？我和他四目相对，我甘之如饴，将手缓缓放上他的掌心。莫旭的掌心温热，与我冰凉的手指形成鲜明对比。万年来，我早已习惯了清渊的温度。凤凰一族天生体热，可他的手却总是凉的，像极了我们之间那段注定冰冷的关系。而莫旭不同，他的手心里仿佛有一团永远不会熄灭的火，灼得我指尖微微发颤。我收回手，退后一步。莫旭，你疯了。他没有追上来，只是站在那里。我向来清醒。你方才杀的是你的亲弟弟。我杀的是叛族之人。清渊为私欲残害妖族，挑起仙妖争真，三界秩序因他而乱。我盯着他，试图从他脸上找出一丝伪善的痕迹，可他没有。从万年前我第一次在昆仑虚见到莫旭时，他就是这副模样，永远端正，永远公允，像一尊没有感情的雕像。唯一一次失态，是我拒绝他求娶的那日。那时我刚刚救下清渊，正陪着他在昆仑虚养伤。莫旭是昆仑虚之主，清渊名义上的兄长，实则同父异母，关系淡薄如水。他在瑶池边拦住我，问我愿不愿意留在昆仑虚做他的帝后。我拒绝了，因为清渊。彼时的清渊刚刚失去族长之位，被大哥追杀的走投无路，只有我这条蛇妖愿意收留他。我不能抛下他，就像他曾经没有抛下蜕皮的我。莫旭没有强求，只是看了我很久，久到瑶池里的锦鲤都沉到了水底。若有一日你改了主意，天后之位永远虚席以待。他说完便走了，再未提起。如今清渊已死，他却旧事重提。我修的是无情道，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我明白，无情道并非绝情道，斩断的是执念，而非七情六欲。你杀清渊正道，斩的是对那段孽缘的执念。日后你若有心，亦可动情，只是……他顿了顿，目光幽深。只是再不能有执念。我怔住了。万年来，所有人都告诉我，无情道就是要绝情绝欲，连清渊都曾说我修了无情道便不会再爱他，所以我迟迟不肯真正踏出那一步。可莫旭却说，无情道斩的是执念，而非情爱。你凭什么这么笃定？因为太上老君修的就是无情道。他可曾绝情绝欲？他可曾六亲不认？他若当真无情，为何要帮你？我一时语塞。是啊，太上老君帮了我许多，若无情道当真要斩断一切情谊，他又何必屡次出手相助？素影，无情道的真谛是勘破，勘破虚妄，勘破执念，勘破那些蒙蔽本心的东西。你对清渊的执念散了，道就成了。日后你若对我动心，那不是执念，那是……够了！他没有说完，因为我抬手打断了他。我将妖丹吞入腹中，感受着那股熟悉的灵力在经脉中流淌。我刚刚飞升，还有许多事要处理，天后的事，日后再说。莫旭没有失望，也没有恼怒，只是微微颔首。好，我等你。我转身离去，背影决绝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
掌心那一点余温烧了很久才散。回到蛇洞时，满目疮痍。清渊带人屠戮的那日，我的族人死伤大半，剩下的那些有的逃进了深山，有的投奔了其他妖王，还有的死了。我站在洞口，看着地上早已干涸的血迹，忽然觉得喉咙里堵了什么东西。一个虚弱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循声望去，是阿九，他是我最忠诚的下属，也是蛇族里为数不多修成人形的。此刻他浑身是伤，一条胳膊已经断了，露出森森白骨。我快步走过去，将灵力渡入他体内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不是让你们都走吗？走不了，清渊的人封了方圆百里的路，我们刚跑出去就被堵回来了。我躲在地窖里，才捡了一条命。清渊，他杀我族人时，可曾想过他们也有家有室，也有血有肉？不，他不会想。在他眼里，妖就是妖，死了便死了，和踩死一只蚂蚁没有区别。还有多少人活着？不知道。但我逃出来的时候，看见……他说不下去了，眼泪顺着脸颊滚落。我没有追问，只是站起身，闭目感受了一下方圆百里的妖气，稀薄的可怕。曾经这里妖气冲天，各路妖王来来往往，热闹非凡。如今只剩下一片死寂，连最低等的精怪都逃得无影无踪。洞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我不会不管你们。清渊死了，可他造的孽还在。那些被他屠戮的妖族需要安葬，那些逃散的族人需要找回，那些趁火打劫的仇家需要震慑。而我，刚刚飞升的上界战神，有足够的力量去做这些事。从今日起，蛇族不再是妖族的分支。我要建一座城，让所有被清渊迫害的妖族都有容身之地。洞主，不，上仙，您说的是真的？阿九终于笑了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我素影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哭得浑身发抖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望向九重天的方向，那里云海翻涌，仙气缭绕，是无数妖族穷尽一生都无法企及的地方。而我刚刚从那里回来，带着一身的血腥气和满心的疲惫。建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尤其是一座属于妖族的城。三界之中，仙族居于九重天，人族居于凡间，妖族散落在四海八荒，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聚集地。不是不想建，而是建不起来。仙族不允许，天庭有明文规定，妖族不得聚众，不得占地，不得建立政权。但凡有妖王敢冒头，天庭便会派兵剿灭，美其名曰除妖卫道。清渊屠我族人时，天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，因为死的都是妖。可如今不同了，我是上界战神，位列仙班，地位仅次于天帝。我要建一座妖城，天庭就算不满，也要给我3分薄面。更何况天帝是莫须，他欠我一个人情。清渊的事，若不是我杀夫正道，他也没那么容易处置这个不听话的弟弟。消息传出去后，三界哗然，仙族骂我数典忘祖，说我是妖就是妖，飞升了也改不了妖性。人族倒是无所谓，反正妖族从来不惹凡人。最激烈的反应来自妖族内部，有人欢呼雀跃，说素影上仙终于为妖族争了一口气，也有人冷嘲热讽，说我不过是想当妖王，和清渊没什么两样。还有人在观望，想看看天庭会作何反应。我懒得理会这些声音，只做自己该做的事。选址在昆仑虚以南3000里，那里有一座废弃的古城，据说是上古妖族的遗迹。清渊屠戮妖族后，不少逃散的妖族都聚集在那里，无人收留，无人过问。我带着阿九和几个幸存的族人赶到时，那里的惨状让我红了眼眶，遍地都是伤者，有的断了手脚，有的瞎了眼睛，有的被仙术灼烧得面目全非。他们挤在破败的屋檐下瑟瑟发抖，像一群被遗弃的野狗，没有药，没有食物，没有御寒的衣物，有的甚至连妖丹都被打碎了，只剩一口气吊着。一个老妖认出了我，颤巍巍地爬过来。上仙救救我们吧！我蹲下身，握住他的手，那是一双枯瘦如柴的手，上面布满了伤疤和老茧。放心，我来了，你们就没事了。他曾经是一条修炼1000年的蛇妖，在妖界也算小有名气，可如今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我将灵力渡入他体内，感受着他几近枯竭的经脉。老妖哭了，
他哭得像个孩子，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流淌，滴在我手背上滚烫。周围的妖族也哭了，哭声此起彼伏，在废墟上回荡，像一曲哀歌。我站起身，深吸一口气。从今日起，这里叫归墟城。归墟，归墟，万妖归墟。你们不是被遗弃的，你们回家了。那天晚上，我跪在废墟上，亲手为死去的妖族挖坟，一句又一句，从黄昏挖到黎明。阿九要帮忙，我拒绝了，这是我欠他们的。清渊是因为我才屠戮妖族的，这笔债该由我来还。莫须派了天兵来帮忙，也被我拒绝了。我不想欠他人情，可他还是来了，一个人，没有带任何随从，穿着一身素色长服，站在晨光里看我挖坟。你不该来，天庭会有人借此生事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来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到我身边，夺过我手中的锄头。我抬头看他，因为你需要帮忙。发现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像是熬了一夜。你看了一夜？为什么不下来帮忙？你不让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是啊，我不让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倔得很。明明需要帮助，却偏偏要一个人扛着。他把锄头递还给我。现在呢？让不让？我没有接，而是从他手里拿过锄头，继续挖坟。随便你。他笑了，笑声很轻，像风吹过竹林。然后他撸起袖子，弯腰捡起另一把锄头，在我身边挖了起来。天帝为我挖坟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3界又该炸锅了。可此刻，我只觉得安心，有一个人陪在身边，哪怕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默默地陪着，就足以让人心安。万年来，清渊从未给过我这种感觉。归墟城建了3个月，3个月里，我几乎没合过眼。选址、规划、建造、布阵、招募，每一件事都要我亲力亲为。妖族不比仙族，他们没有天庭的资源，没有仙术的便利，有的只是一双手和一颗想要活下去的心。莫须每隔几天就会来一次，有时带着材料，有时带着丹药，有时什么都不带，就是来帮忙搬砖。堂堂天帝搬砖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差点以为自己在做梦。我靠在墙边，看着他一趟一趟地搬着巨石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你就不怕被天庭的人看见？他将巨石稳稳地放在地基上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天帝也是3界一员，3界有难，天帝出力，天经地义。我嗤笑，你倒是会说话。他转过身看着我，不是会说话，是真心话，目光认真的让人不敢直视。你做的事比天庭那些只会说空话的仙君强10000倍。建一座城，收留所有无家可归的妖族，这件事3界之中没有人能做到。我只是在还债。他摇头，不，你是在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。我沉默了。他说的对，万年来，妖族一直被仙族压迫，被天庭驱逐，被人族恐惧。他们不是不想有个家，而是没有人愿意给他们一个家。我是第一个。莫须，我叫他的名字，没有加任何尊称。你会不会有一天也像清渊一样，觉得妖就是妖，卑贱如泥？他的动作顿住了，过了很久他才开口。不会。声音很轻，却异常坚定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眼里，众生平等。仙也好，妖也好，人也好，都是3界的一部分，没有谁比谁高贵，也没有谁比谁卑贱。那为什么天庭要打压妖族？因为恐惧。他的语气变得苦涩。仙族恐惧妖族的力量，恐惧妖族的潜力，恐惧有一天妖族会取代仙族的地位，所以他们打压妖族，贬低妖族，让妖族永远抬不起头。你身为天帝，为何不改变这一切？我在努力。他苦笑。可天地不是一言堂，天庭有太多势力盘根错节，我若贸然改变规则，只会引发更大的动乱。素影，你在天庭待的时间不长，你不知道那里的水有多深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他也很累。天帝又如何？不过是被困在更高处的囚徒罢了。我挑眉，所以你要我帮你？不。他摇头，我不要你帮我，我要你做你自己。你建归轩城，就是在打破仙妖之间的壁垒。这件事，我做不了，只有你能做。为什么？他笑了。因为你是妖，一个飞升成神的妖。你站在仙妖之间，既是仙，也是妖。你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对仙妖对立最大的嘲弄。我怔住了。万年来，所有人都说仙妖结合有违天道，
何该千刀万剐？可莫须说，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天道最大的嘲弄。莫须，你这个人真的很会说话。不是会说话，他一本正经的纠正，是真心话。我笑着摇头，转身继续干活。他没有追上来，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我忙碌的背影。我知道他在看我，因为我能感觉到那道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，温热的、绵长的，像3月的春风，不灼人，却让人无法忽视。归墟城建成的日子，3界都来了，不是来祝贺的，是来看热闹的。仙族想看我的笑话，妖族想看我的诚意，人族纯粹是好奇。我没有在意，只是站在城门口，看着络绎不绝的人群。来了好多仙族，他们不会闹事吧？阿九站在我身边，紧张的手心冒汗。不会，我语气平淡。莫须在。话音刚落，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莫须带着天庭的仪仗队落在城门前。天地驾临，排场自然不小。可莫须今天的排场不是为了彰显威严，而是为了给我撑腰。天庭的人都来了，太上老君、太白金星、各路仙君，甚至连平日里不问世事的几位古神都派了代表。他们不是来祝贺归墟城建成的，是来看天帝如何为一个妖女站台的。莫须走到我面前，今日的他穿了一身玄色礼服，冕旒后的面容庄重而威严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。归墟城落成是3界之幸，天帝特来道贺，并送上贺礼一份。他说完，身后的天兵便抬上来一只巨大的箱子，箱子打开，里面是满满的灵石和仙药。我挑眉，这些东西足够归墟城的妖族用上百年。天地厚赐，素影愧不敢当。你当得起？莫须看着我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归墟城收留妖族，造福3界，这份功德，天庭理应嘉奖。周围的仙族脸色铁青，却没人敢说什么。天帝都发话了，谁还敢反对？妖族们却欢呼起来，有的甚至激动地跪地磕头。我站在城门前，看着这一切，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酸。万年来，妖族第一次被承认，第一次被嘉奖，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而这个家是我给他们的。庆典持续了3天3夜，妖族们载歌载舞，喝酒吃肉，笑得像个孩子。我没有参与，只是站在城墙上俯瞰着这一切。莫须不知什么时候上来了，站在我身边，和我一起看着城中的热闹。他问：高兴吗？高兴。那为什么不下去和他们一起？我是城主。我淡淡一笑，城主要有城主的样子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说话。我们就这样并肩站着，看着城中的灯火一点一点亮起来，像满天繁星坠落人间。莫须，我忽然开口：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你今天来给我撑腰。要不是你，我转头看他，那些仙族不会这么安分。他摇头：我不是来给你撑腰的。有什么区别？我是来做正确的事。撑腰是为了你，做正确的事是为了3界。他顿了顿，目光变得柔和。不过，我不否认，这2件事恰好重合了。我笑了，他这个人说话永远这么滴水不漏。他忽然认真起来。素影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？他深吸一口气。关于天后的事，我知道你修的事是无情道，知道你不想被束缚，知道你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我不会逼你，也不会催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无论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天后之位都是你的。我沉默了很久，久到城中的灯火都暗了一些。莫须，我终于开口：你知道我为什么拒绝你吗？因为清渊。不，我摇头，不是因为清渊，是因为我自己。他困惑地看着我。我是一个妖，哪怕飞升成神，我骨子里还是妖。妖天生就是自由的，不愿意被束缚。天后之位听起来很风光，可对我来说，那是一座更大的牢笼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束缚你。可天后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束缚。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能在半夜跑到城墙上吹风。我要端着架子，要顾及天庭的颜面，要做一个合格的帝后。那不是你想要的。我点头，对，那不是。他沉默了很久，城中的灯火彻底暗了，只剩下天边几颗残星还亮着。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：我明白了，我不会再提了。说完，他转身要走。莫须，我叫住他，
他停下来，没有回头。我没有说不可以，我的声音很轻，轻的连自己都差点听不到。现在不行。他猛地回头，眼睛亮得惊人。你，我需要时间。我看着他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归墟城刚建好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等我安顿好这一切，等我真正看破了无情道的真谛，等我不再被任何执念束缚，到那时，如果你还愿意的话。他站在原地愣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没有听清，然后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，眉眼弯弯，嘴角上扬，连冕旒都在轻轻晃动。我愿意，声音有些发抖。无论等多久，我都愿意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心里那堵墙裂了一条缝，不是执念，不是牵绊，只是一种很纯粹的、很温暖的感觉，就像冬天的阳光，不灼人，却暖到骨子里。别高兴太早，无情道还没修完呢。要是哪天我觉得你对我是种执念，说不定又要杀父正道了。他在身后轻笑。我甘之如饴。这句话他说了2次，这一次我悄悄弯了弯嘴角。归墟城建成后的第1个月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逃散的妖族陆续归来，伤者逐渐康复，城中的秩序也慢慢建立起来。我定下了规矩，从今日起，归墟城内仙妖2族不得私斗。有妖族说我忘了本，当了神仙就瞧不起妖族；有仙族说我多管闲事，妖族的事让妖族自己解决，不该由我插手。我一概不理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谁都不能破。第一个触犯规矩的是一个刚从外地逃来的蛇妖，他仗着自己修为高，在城中强抢民女，还打伤了上前劝阻的阿九。消息传到我的耳中时，我正在闭关修炼。阿九跪在地上，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伤痕。上仙，那个蛇妖说他是您的同族，您不会拿他怎么样。他还说，我睁开眼，面无表情。还说什么？还说您不过是个被男人抛弃的可怜虫，没资格管他。阿九吓得不敢抬头。带路。我跟着阿九来到城中的集市，那个蛇妖正大摇大摆地坐在酒馆里喝酒，怀里还搂着一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小狐妖。看到我来，他不仅不慌。哟，上仙来了，来，喝一杯。我这条命可是您救的。你知道城中的规矩吗？他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。知道啊，不就是在城中不能闹事吗？我又没闹事，就是跟小娘子玩玩而已。他不愿意。不愿意？小娘子，你不愿意吗？小狐妖吓得浑身发抖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你看，他没说不愿意。你敢伤我？规矩就是规矩。你在城中强抢民女，打伤阿九，按规矩当废去修为，逐出归墟城。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是你的同族啊！你忘了你是谁了吗？你是蛇妖，你也是蛇妖！我从不忘记自己的身份，可正因为我是蛇妖，我才更清楚，妖不是作恶的借口。你若想作恶，就滚出归游城，去别的地方做。在我的城里，不行。蛇妖被我废去修为，扔出了归墟城。消息传开后，城中安静了不少。那些蠢蠢欲动的家伙终于明白，素影上仙说到做到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阿九的伤养好后，变得更加忠心耿耿。他每天忙前忙后，替我处理城中的大小事务，从不叫苦叫累。上仙，有一天，他忽然问我：“真的不考虑天地吗？”我正在批阅文书，头也没抬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他嘿嘿一笑：“我就是好奇，天帝对您那么好，隔三差五就来送东西，谁看不出来他的心思啊？”他是天帝，做这些事是为了三界。得了吧，天帝对三界好，可没见他对哪个仙君这么上心。上次您说要建藏书阁，他第2天就送来了3000卷仙典。您说城中的丹药不够用，他直接搬空了半个天庭的药库。上仙，您说这是为了三界？我放下笔，看着他。阿九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八卦了？我就是替您操心。您修无情道，可无情道又不是绝情道，
您对清渊那是执念，可对天地不是啊？您对天地是心动了吧？我没有回答，可阿九说的对，我对莫旭确实和清渊不同，对清渊是执念，是亏欠，是一段纠缠了万年的孽缘。我们之间有过真情，可更多的是彼此的束缚和伤害。对莫旭是欣赏，是信任，是一种很纯粹的不带任何负担的喜欢。他懂我，支持我，从不试图改变我。他给我自由，给我空间，给我足够的时间去思考。他就像一座山，稳稳地立在那里，不声不响，却让人无比安心。我重新拿起笔。阿九，你觉得一条蛇和一只凤凰能在一起吗？阿九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上仙，您和清渊不也是蛇和凤凰吗？那不一样。我摇头，我和清渊是孽缘。那和天地呢？是缘分。那不就结了？既然是缘分，那就好好珍惜呗。阿九笑得眼睛都弯了。我没有再接话，只是低头继续批阅文书，可嘴角悄悄翘了起来。3个月后，归墟城步入正轨，妖族们在这里安居乐业，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安稳日子。仙妖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，偶尔有仙君路过归墟城，还会进来喝杯茶，和妖族们聊聊天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那天傍晚，我站在城墙上，看着天边的晚霞，莫旭又来了。他没有穿天帝的礼服，只穿了一身普通的青衣，手里还提着一壶酒。请你喝酒。归墟城的月色很好，不喝酒可惜了。我接过酒壶，喝了一口，是瑶池的仙酿，甘甜醇厚，回味悠长，好酒。当然，我亲自酿的。天帝还会酿酒？闲来无事，学了一点。万年前在昆仑虚的时候，我经常一个人酿酒。那时候你陪着清渊在昆仑虚养伤，我就想着什么时候能请你喝一杯。我愣了一下，万年前。可惜你一直没来。我沉默了。万年前，我确实在昆仑虚待了一段时间，可那时我的眼里只有清渊，根本没有注意到莫旭的心意。现在也不晚，现在也不晚。我举起酒壶朝他晃了晃。我们就这样坐在城墙上喝着酒，看着天边的晚霞一点一点暗下去，星星一点一点亮起来。我忽然开口：莫旭，我考虑好了。他的手顿了一下，酒壶差点掉下去。我转头看着他，天后之位，我接受了。月光洒在他脸上，映出一双明亮的惊人的眼睛。不过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我还是归墟城的城主，我要管妖族的事，你不能拦我。好。第二，我不喜欢被束缚，你不能用天后的规矩来要求我。好。第三，你要继续给我酿酒。我顿了顿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他愣住了，然后他笑了。好。笑得眼眶都红了。都依你。月光下，他伸手握住了我的手，这一次我没有躲。他的手很热，和清渊完全不同。清渊的手是凉的，像冬天的河水，冰冷刺骨；而莫旭的手是热的，像3月的阳光，温暖绵长。素影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。不是执念，不是牵绊，只是一种很简单的、很温暖的感觉，就像归墟城的月光，清清冷冷的，却让人无比安心。我收回手，重新拿起酒壶。别高兴太早，无情道还没修完呢。你要是对我不好，我随时可以杀夫正道。放心，我会对你很好很好，好到你舍不得杀我。我嗤笑一声，没有接话。可月光下，我的嘴角悄悄翘了起来。归墟城的夜很长，可有了这壶酒，有了这个人，似乎也没那么难熬了。远处，阿九站在城门口，看着城墙上的2个人影，笑得像个傻子。成了！他蹦蹦跳跳地跑回去，对着城中的妖族大喊：上仙和天地成了！妖族们先是一愣，然后爆发出一阵欢呼。上仙威武！天地好样的！仙妖结合，天经地义！我在城墙上听到这些声音，忍不住扶额。这群家伙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莫旭在我身边笑得前仰后合。你的族人很有意思。闭嘴！
他乖乖闭嘴了。可他的手又悄悄握住了我的，这一次我没有甩开。月光如水，洒在归墟城上，洒在我们身上，洒在三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仙妖结合，有违天道，那又如何？万年前我不在乎，如今我更不在乎。